最近一段时间，欧元贬值的比较厉害，今天对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跌到了6.85。上一次到这个低位还是2015年，后来呢又涨上去了。这一次估计有点难了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。我现在甚至有点怀疑呀，中俄这一次签的能源大单指定用欧元结算，这到底是在支持欧元，还是觉得欧元越来越不值钱，干脆趁早花掉得了？欧元贬值意味着进口的东西要涨价，这还是小问题。这一打起来，欧洲的天然气涨得太厉害，已经涨到每千立方米$2200了，比俄欧危机前上涨了240%，比去年上涨了近10倍。好在呢，冬天已经过去了，但是电费下不去喽，上涨2倍多。希腊的电价更是在24小时之内涨了29%。欧洲的老百姓看到账单估计都快哭了。你打你的仗呗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呢？欧盟这个经济体成立之初是世界第一经济体，欧元更是令人羡慕。我记得04年的时候，对人民币曾经高达1:11。后来呢，是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科索沃危机、希腊经济危机、克里米亚危机，直到现在，俄乌战争打起来了。这一次欧洲估计是很难翻身了。我就真的很难理解呀，欧洲人是真的不明白造成这一切的真正根源在哪儿吗？就拿这一次俄乌战争来说，乌克兰就不说了，欧洲摆明了是受害者呀。可是我们去看看他们的主流舆论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理解能力了，就搞不懂俄罗斯为什么要打这一仗。其实很简单呢，你去想一想，上个世纪60年代，美国逼着苏联必须要撤走部署在古巴的中程导弹，要不然就打核战争，你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可是他们呢，就不这么想，宁愿活在自己编织出来的虚拟现实当中而政客们呢，为了迎合选民，也不得不配合这种舆论，宁愿自己成为受害者，割肉饲鹰。这个鹰是谁呢？美国吗？肉眼可见的得利者就是美国嘛。众所周知美国通胀报表已经是40年来最高了，它必须要加息了。有一个指标很有意思前一段时间呢，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已经高达2个点了。这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就是市场上的投资者大家都在大量的抛售美债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加息之后，紧接着美联储就要缩表了，也就是美联储也要把手里的美债抛售出去，回收市场上的美元了。这相当于大股东减持你还不快点跑就大家都卖，那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，那收益率自然也就涨上去了。这应该不难理解吧？就比如说国债到期之后连本带利付给你100块钱，这个是固定不变的。现在呢，市场上国债的价格是90，那你的收益就是10块。如果说国债的价格上涨，涨到95，那你的收益就会降到5块。反之呢，如果这国债的价格降到85，那你的收益就会涨到15。国债的市场价格和你的收益率呢是相反的，明白了吧？咱们还回到美债上来这美债收益率上涨到2个点，也就是说明国债的价格下跌了，也就是卖的人多，买的人少。那美联储就不干了，我还没开始卖呢，你们这些刁民就先卖起来了，这还得了？有的人就说了，美联储不缩表行不行那不行，这就像水库一样洪水来了，蓄洪，洪水过去了，要赶快腾库容你不缩表，下一次怎么
扩表放水印钞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传统老伎俩啊，制造地区危机，驱赶避险资金回美国接盘来。效果怎么样呢？秃子头上的虱子嘛，数据骗不了人呐。俄乌战争一打起来，美债的收益率是应声回落呀，现在已经落到 1.68 了。刚才已经讲过了嘛，美债收益率下降，那就意味着美债的价格上涨了。为什么会涨呢？肯定是有人买嘛。谁买的呢？那还能有谁呢？欧洲的冤大头呗，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呢？大量的欧洲资金卖出欧元买入美元，就造成了欧洲的汇率啊暴跌。可能会有人说啊，照你这种说法，中国也得利了呗？这个不绝对啊，一会儿再分析中国究竟得利多少的问题。先还是说欧洲受伤的事儿。其实呢，俄乌战争这个事儿啊，过去这10几天了，仔细的梳理一下，细思极恐，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为了收拾欧洲的。这个伏笔呢，甚至在2015年的时候就有可能埋下了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力渲染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的？大概就是去年年底开始的，一直都在拱火。拱火归拱火啊，1月份5大国还签了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声明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啊？拜登还指出了2月16号俄罗斯就会进攻，好像他就是前线指挥官一样。结果呢，被打脸了。现在想想啊，日期不重要，目的就是为了传递一个信号，那就是俄罗斯一定会进攻。但是冒着被打脸的风险发这个信号啊，这拱火的劲头也太大了。但是同时呢，美国也表示不会出兵乌克兰，不会直接与俄罗斯卷入战争。那这对于普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只要不和美国直接怼上，普京有什么可怕的？他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了，也已经准备这么长时间了。俄罗斯的战略目的啊，是乌克兰的中立和非军事化。只要美国不直接干预，这是能够实现的呀。现在美国已经拍胸脯保证了，那就干吧。你看，就跟两家商量好了一样，俄罗斯要的是乌克兰，美国呢要的是欧洲，双赢。乌克兰和欧洲呢，双输。2015年，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，德国、法国和白俄罗斯斡旋与俄乌5国一起签了明斯克协议，暂时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啊。这个协议呢，没有美国什么事儿，当时欧洲还挺高兴，觉得我们自己的事儿啊，自己就能搞定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大家还是好好的过日子吧。没想到呢，这就被美国给惦记上了。美国是绝对不会让欧洲好好过日子的。欧洲有资金、有技术、有能源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、能够自我循环的经济体，关起门来啥也不缺呀。当然了，前提是老欧洲和俄罗斯关系得差不多。明斯克协议能签成，最起码说明有这个向好的趋势的，那美国的心里就挺膈应的。后来又发生一些事儿。比如说贝西2号，美国是死活不让建，德国是一心想建，当然现在是搅和黄了。不过毕竟管道还在呀，未来再启用也不是不可能。再比如法国不止一次的追求欧洲独立防务，这等于戳了美国的肺管子了。所以呢，这2年美国是一点面子也没有给法国留，去年刚撬了法国600亿的潜艇单子。今年这阵子，马克龙风尘仆仆的是莫斯科、基辅来回飞呀，一点作用也没起到。怎么说也是5大流氓之一啊，我法国不要面子了吗？还有就是中美贸易战呢，大
大出美国意料。一是没想到中国这么抗揍，二是没想到欧洲这么不配合。其实欧洲够配合了，美国让制裁华为，欧洲不是也积极参与了吗？只不过是美国的要求太高了，欧洲没有全部照办而已。美国看欧洲不顺眼，也只是内部矛盾，而这一次必须要挑起战火收割欧洲的根本原因呢，是自己实在是扛不住了，再不吸一口就要原地爆炸。那吸谁去呢？环顾世界一周，日韩早已躺平，中国守的是铁桶一般，无从下手。剩下的呢，体量太小，不够塞牙缝了，那就只剩欧洲了。曾经的亲爹，现在的干儿子英国也已经脱欧了，也没什么顾忌了，那就下手吧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来吧。说实在话呀，欧洲啊是无辜的。欧洲和北约虽然有关系，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儿。北约东扩主要是美国的事儿，还有一些欧洲极端政客的事儿。大部分欧洲人是无端端的跟着倒霉呀。但是有果必有因，当初欧洲选择了接受马歇尔计划，服从了美国的领导，就必然会出现今天的结果。老话说得好啊，靠山山倒，靠海海枯。人生在世，要想顶天立地，归根结底要靠自己呀。最后咱们来说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吧，就是我们中国在这一次俄乌当中的得失。现在大家普遍的认知就是我们是得利的，因为明显呢，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了，而且人民币的汇率也很坚挺。这些明面上的表现我们就不再说了，我们说一些深层次的得失吧。我们的发展模式和美国是不一样的，美国是希望世界越乱越好，我们是希望世界越和平越繁荣越好。所以呢，以战乱来分析得失啊，本来就不适合我们。战争不是我们挑起来的，战争的走向也不会依照我们的意愿而改变，它只会按照始作俑者的意愿去发展。所以很难说最终我们会得大于失，还是失大于得的。而且呢，如果战争继续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发展，我们和欧洲的关系啊，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疏远的。可能有人不同意啊，说欧洲明显这一次是吃了美国的亏了，难道还是不长记性吗？你放心啊，他不是不长记性，是不敢长记性。经此一战呢，欧洲只会和美国绑得更紧，即使说再被美国吸血，他也是无可奈何呀。大家应该还记得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吧，如果说10多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，地球将无法承受。3亿多美国人消耗了地球1/4的资源，5亿多欧洲人也消耗了1/4的地球资源，这加起来9亿人就消耗了1半的地球资源。但是啊，这3亿多美国人是有依靠的呀，他们有美元霸权，有核弹，有航母，有遍布全球的美军基地。5亿多欧洲人有什么呀？您别说他们也有核弹有航母啊，那没什么用，俄罗斯能把他们平推回原始社会去，凭什么他们也能消耗1/4的地球资源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抱的是美国人的大腿。从本质上来说呀，他们是一伙的，美国吃肉，欧洲也吃肉。一旦欧洲和美国解绑，欧洲人自己也明白，在这个暗黑森林的世界里边呢，前途未卜啊。而联系欧洲和美国的纽带是什么呢？就是北约呀。而这个北约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套在了欧洲的头上。这个紧箍咒北约呀，看似给了欧洲安全，但是
它却使欧洲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呢，注定不会有自己的未来。这个道理戴高乐是明白的，可惜的是萨科齐不明白，欧洲更不明白。所以欧洲就注定了从一开始它就是受害者，而且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。